作为欧洲领头羊的德国，日前出炉首个国家安全战略。备受关注的涉华部分，既有欧盟政界主流对华的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三重定位，也有不寻求脱钩但要去风险的表述。这种割裂的两分法如何解读？那么，几乎同时，法国媒体传出马克龙总统想参加金砖峰会的消息，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来看报道。当地时间6月14号，已经预告了1年多的德国有史以来首份全面的国家安全战略终于发布。当天，德国红绿黄执政联盟一众政要悉数进行宣解。德国总理舒尔茨介绍称，过去的政策文件侧重于国防，而新战略将更多的关注外交政策，涵盖外交、警务、国际发展、网络安全和供应链等领域。舒尔茨尤其强调了综合安全的概念，指出该文件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德国重新对于自己国家发展目标、发展战略的一种新的定位这份文件呢，应该来说，它是综合了这个不同的党派不同的团体以及征求了企业界的这些他们的意见，然后综合出来的一个文本。所以呢，应该来是反映了其实全德国一个共同的一个国家发展的一个意志。这份长达76页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有6次提及中国。文件指，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多极化、系统性竞争日益加剧的时代，在这一国际背景下，中国是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观察指，这一对中国进行的粗线条描述大体没有超出去年底曝光的中国战略草案的内容。德国对中国的三重定位也与欧盟同步，是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一种固定表达。深圳卫视注意到，目前曝光的表述中，文件还用到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人权等等熟悉的字眼，声称德国与中国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不过，该文件也着重强调了中国的伙伴定位，称中国仍然是一个合作伙伴，没有中国，许多紧迫的全球性挑战和危机都将无法得到解决。舒尔茨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经济还会继续增长，也应该继续增长。中国融入世界贸易和全球经济的进程不应受到影响。他还称，德国政府会在其中国战略中保持一种平衡。德国谋求的不是脱钩，而是将风险降到最低。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也称，大国交往不存在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德国需要与中国合作。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指出，德国这部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涉中部分既有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三重定位，也有强调不寻求与中国脱钩但要去风险等共识，这显然是德国联合政府各党派主张的妥协折中。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简君波则对深圳卫视表示，德国的对中立场可用割裂的两分法来概括。正是因为有这么多党派、这么多团体、这么多利益群体，这个协调统一的结果，所以在整个一个政策的目标和方向上就没有写得特别的激进。但是当然也反映了他在对华关系当中呢，他是希望能够有所这个跟默克尔的有所区分但同时呢，其实也没法摆脱跟中国的经济的这种相互依赖关系。那有一点呢，我觉得我们中国可以期待就是说它到底在去风险这个政策方面是如何定义的我想德国人可能自己要搞清楚这一点。外界注意到，素有欧洲经济火车头之称的德国，经济增长似乎遇到了路障。德国联邦统计局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德国经济同比萎缩了 0.5%。从环比看，经济增长情况也不太乐观。在不少经济学家看来，GDP 连续2个季度出现负增长，意味着经济已面临衰退风险。德国中央合作银行的经济分析师克里斯托夫·斯翁克指出，由于目前全球经济总体上增长乏力，德国经济几乎不可能在短期内复苏。简君波对深圳卫视表示，持续高烧的通胀引发物价上涨，是当前德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障碍，这更需要德国与中国加强伙伴关系来应对不利局面。6月12号，法国媒体发布的一则独家消息也引发极大关注。法国言论报披露，本月初，法国总统马克龙同今年金砖轮值主席国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通话中，提出了想参加本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想法。报道称，这意味着法国总统要与美国领导下的全球治理竞争，而爱丽舍宫正在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报道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若马克龙的计划最终成型，那将是一个大热门，非常具有冲击力。那你法国作为一个西方国家，作为发达国家参加一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这么一个峰会，这个是对西方阵营的一种背离。我想从其他西方国家来说，可能会是这么一种认知。6月22号和23号在巴黎举行的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也会参与。言论报暗示，在拉马福萨来巴黎时，马克龙的想法也许会有新的讨论空间。不过，截至目前，并没有来自法国的官方表态。有分析认为，该消息的真实性还无法完全判断，但不排除有法国放风试探的可能性。舆论指出，虽然参加金砖峰会的想法看似史无前例，但这样的想法已经有迹可循。此前，马克龙多次倡导欧盟应积极开辟第3条道路，就欧洲战略自主思想做过不少阐述。4月5号至7号，马克龙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期间，马克龙明确表示，法方坚持独立自主外交，主张欧洲战略自主，反对搞对立分裂，反对搞阵营对抗。法国不会选边站队，而是主张团结合作，大国关系保持稳定。法方愿同中方保持坦诚深入沟通，增进互信，求同存异，开放合作。在结束访华乘坐专机回国途中，马克龙在接受一家美国媒体和2家法国媒体专访时表示，欧洲应该有独立自主的战略规划，成为世界的第3股力量，而不是当美国的跟班，被牵扯进入别人的危机之中。观察指，尽管这样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在欧洲内部面临了不少压力，但显然在访华之后，马克龙对于欧洲究竟该往何处去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对于推动欧洲寻求战略自主也有了更加坚定的决心。反映了法国在坚持战略自主，坚持走自己的这个道路我想确实是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意志。欧洲整个在这个国际环境当中需要这个坚持自身的独立自主，才能维护自身利益，这么一个需求是非常相关系的。所以马克龙提出战略自主，不仅是从法国的角度来提出来的，其实也是从欧洲层面提出来的。关先生你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会见盖茨，是今天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那您对这场会见有何特别观察？确实那么从英国路透社周四率先发布独家新闻，对此做出预告的那一刻起呢，这就是外部世界高度关注并且是高度期待的一场重磅会晤。那么这当然不是一般意义的常规的外事会晤，它试射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今天习近平也在会晤中特别向盖茨表示，你是我今年见到的第1位美国朋友。很多外媒呢也都在强调这样一个背景，盖茨成为过去几年来和中国最高领导人面对面的外国商界第一人。所以这是一场被赋予了特别意涵、极具信号意义的会晤。外界呢都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充分读懂、全面把握这场重磅会晤它所释放的信号。那么就外部期待而言呢，我还要强调这样一个背景，有一些外媒特别就在注意到中国最高领导人呢最近2次明确提到极限思维，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称之为 extreme scenarios。那么5月底进行的20届中央国安会第1次会议上，习近平主持会议，强调呢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那么时隔1周，习近平又在内蒙视察时就特别指出，构建国内大循环是为了保证极端情况下国民经济能够正常运行，这同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是不矛盾的。那么就此而言呢，我认为今天的会晤充分回应了外部世界的关切。中国最高领导人增信事宜再度派出了定心丸。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而要从变局中走出来，走多远，要真正应对时代之变、世界之变与历史之变，解决全球性的挑战。习近平重申，提出全球发展、安全、文明3大倡议，就是在为此在提供中国方案。关于中国的发展与道路，习近平今天呢再做顶层宣示，中国首先专注于解决自己的问题，致力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来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走郭强必霸的老路，同其他国家一道来实现共同发展。我认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一锤定音的坚定表态，正是外部世界最期待的大国的确定性与稳定性，
事实上，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一贯立场。他在内蒙考察时对此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双循环不是闭关锁国，而是当别人不给我们开门的时候，我们自己还得活下去，活得更好。我们敞开大门，谁来与我们合作都欢迎。那么对盖茨先生这样做了很多事的老朋友，中国当然是最高礼遇，是热烈欢迎。习近平在会见中强调，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我是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的，希望两国人民友好下去。那您认为这又释放了怎样的关键信息呢？国之交在于民相亲，那么这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理念之一，推动全方位大国外交，为此呢奠定夯实对外交往的民意与民心的基础。中国最高领导人一直在鼎力实践，也一直在顶层推动。习近平强调，寄希望美国人民，指出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事实上呢，发生在中国最高领导人身上的很多与美国民间交往的精彩的故事，本身就已经在对此做出极有说服力的演示论证。比如呢，今天会晤的美方主角盖茨先生，他已经近20次成功访华。而他在新冠疫情期间和中国最高领导人的3次书信往来，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的战役佳话，更是充分见证了习近平在回函盖茨时所着力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说到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我几乎第一时间就会联想到美国媒体创造的那个专用语Cornfield Diplomacy 玉米地外交。那么它之所以被叫响，正是习近平与美国民间老朋友以诚交流，用心交往，跨越时光的一段感人的故事。2012年初，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就特别来到艾奥瓦州的小城马斯卡廷来探访老友。他的缘起是多年之前，习近平在河北省工作期间，曾经参加一个农业考察团，并且曾经住到马斯卡廷的一户人家，和户主呢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时隔多年，习近平冒雪重访旧地，探访老友，那家人呢也从全美各地来返回小城团聚，再现围炉叙旧、话当年的温暖一幕。地处美国中西部的艾奥瓦呢，它是以农业立州，盛产玉米。对习近平访美特别走访爱州，美国媒体玉米地外交的这个提法由此叫响了。我对此印象特别深刻的是，11年前在直播港澳台栏目中，我也曾专门就玉米地外交来发表评论。还必须要指出，多年前在马斯卡廷结下的友谊一直在延续。当初围炉共坐的美国老友，后来还曾经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邀请，在北京重聚。所以全世界都在见证中国最高领导人强调寄望美国人民，强调基础在民间。那么这确实是用心用情的由衷之言。中国最高领导人对稳定发展中美关系是高度重视，并且高度投入的。当然了，在我看来，在经历了今天这一场万众瞩目的重磅会晤之后，在聆听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用心用情、大有深意的表述之后，压力现在正在向即将来华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身上在传导。那么在您看来，周日起访华的美国国务卿面临何种压力？我之前也曾经在节目中评论，那么就布林肯何时访华成行，美国媒体曾经展开旨在抢新闻、抢独家的这个爆料竞猜。我也注意到，中美当天几乎同时官宣美国国务卿的访华行程，而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这条消息时，无一例外都在强调这样一个追问：布林肯访华期间会不会获得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呢？可以预料，在习近平今天见了第一位美国朋友之后，同样的追问将会变得愈加的热烈。中国最高领导人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强调中美关系基础在民间，倡导进行各种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乃至整个人类的活动，那么鼓励做这方面的促进者。事实上盖茨先生他作为美国民间的代表，已经对此做出了最积极的回应。那么关键追问又来了，美国官方又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呢？到了布林肯回答中美关系这一道必答题的时候了。耐人寻味的是，哈佛大学名教授，也是修昔底德陷阱说的首倡者埃里森，
昨天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重磅来论，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 ：Can two great powers cooperate to build a safer world？ 美中这两个大国能构建更加安全的世界吗？就稳定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艾里森教授在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 ：Getting back to Bali， 回到巴厘岛。艾里森教授就认为，稳定美中关系的第一步应该是回到巴厘岛，要落实中美元首去年巴厘岛会晤所达成的重要共识，要重启中美高层交流对话。周日来华的布林肯对此呢，又将会如何来回应？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好，谢谢管尧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应德国总理舒尔茨、法国政府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18号至23号对德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举行第7轮中德政府磋商；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那么，此次是李强总理上任后的首访，消息公布后引起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5号表示，近年来，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两国领导人交往密切，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呈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李强总理上任后首访首站选在德国，充分体现了中方对中德关系的高度重视。面对国际局势动荡、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人类共同挑战增多，中方期待同德方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中德关系，一道向世界发出加强对话合作、坚持互利共赢、携手应对挑战的积极信号，为推动世界经济繁荣发展、维护国际和平稳定注入正能量。汪文斌介绍，此次李总理率团参加第7轮中德政府磋商，对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盘点推进。期间，李总理还将出席第11届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并同两国经济界代表深入交流。中德政府磋商机制作为推动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的超级发动机，自2011年启动以来，在不断充实中德关系内涵、拓展中德务实合作、规划两国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每年都吸引了几百名中德政府高级官员和两国经济界人士出席，并促成多个大单的签署。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董一凡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李强总理此次参加中德间政府磋商，将推动两国各领域的务实合作走深走实，通过解决其中的堵点和难点，使得两国合作发展更为顺畅。与德国经济界之间举行的这个经济与技术方面的这种合作会议呢，那么也是向德国以及整个欧洲的商界释放了这样一个重大的信号，那么就是中国的大门越开越大，中国永远欢迎着德国以及欧洲的经济界、产业界与双方进行务实合作，推动双方的这个经贸关系在这种世界不确定的背景下，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这个动力。关于李强总理的法国行程，汪文斌介绍，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中法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李强总理上任后首次出访即选择法国，体现了中方对中法关系的高度重视。此访旨在加强沟通协调，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为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新贡献。汪文斌说，李总理访法期间将围绕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并着眼明年中法建交60周年，就全面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同法方深入沟通。李总理还将广泛接触两国经济界人士，相信将为疫情后中法务实合作再出发注入新的动力。值得注意的是，李强此行的一项重要日程是应邀出席马克龙总统倡议举行的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据悉，已经确认出席参会的还包括世界银行行长阿杰班加、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德国总理舒尔茨等。有观察认为，马克龙希望利用这场峰会推行全新的多边主义理念，对2战以来的国际系统进行改革，更多地考虑新兴国家的需求，以免西方国家与新兴国家在经济等各方面陷入碎片化的关系。汪文斌表示，中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在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方期待同包括法国在内的各方一道努力，为推动全球发展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做出积极贡献。董一凡表示，德法两国是欧盟前2大经济体，被普遍视为欧盟引擎，在欧洲的分量极其重要。
以强总理的访问行程，双边和多边活动并举，这也体现了对欧交往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分量。我们应当承认的是，这个中德中法之间，他们在一些问题上，一定会有着认知上面的差异。但是与此同时呢，双方的这种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是需要本着这种相互尊重，还有平等互利的这方面的原则，这也是中德中法关系这么多年来的这个成功之道。北约对乌克兰的援助持续不断，但北约内部就是否纳入乌克兰仍有严重分歧。部分中东欧的北约成员国希望在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上向乌克兰提供入约的明确路线图，但反对者担心此举将进一步激化矛盾，最终导致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开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日前就提出一项建议，取消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成员国行动计划要求。那么这一建议得到了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但是否能得到其他成员国的支持，仍未可知。斯托尔滕贝格13号提出一项建议，即北约将声明乌克兰已经在加入方面取得了进展，不需要完成其他东欧成员国在入盟前所经历的逐步的成员国行动计划过程。这一过程规定了具体的标准和改革，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完成。据悉，参与成员国行动计划的国家会被认为是北约候选国。成为北约候选国之后，需要等待北约的正式邀请以及北约成员国的批准。此前，北马其顿在2020年加入北约之前，参加了一个长达20年的成员国行动计划。但该提案仍要求乌克兰进行改革，而且与东欧的北约成员国的愿望相反，它不会为乌克兰的加入附加任何时间框架。美国官员表示，该提案超出了北约国家的首选路线。这些国家担心乌克兰的加入会加剧西方与俄罗斯的对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乌方已经证明了该国对北约的价值，必须明确给其一个具体的入盟途径。北约峰会下月将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欧洲议会15号通过一项决议，敦促在北约峰会上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但北约成员国在如何处理乌克兰未来的成员国资格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波兰和其他一些东欧国家已呼吁制定乌克兰最终加入北约的明确步骤，并朝此方向加快行动，并向美国总统拜登施压。但美国、德国等一些北约成员国对短期内吸纳乌克兰表示反对。反对者担心此举将进一步激化矛盾，最终将导致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开战。因为这 MAP 本来和北约成员国正式资格就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说让乌克兰跳过这个MAP 也不一定就是证明说北约最终可能会接纳乌克兰。所以这个，但是呢，它对于乌克兰来说，它可能是一个强心剂，或者换个角度来说，它对乌克兰说是画一个新的大饼，画一个这种空头支票，来凝聚这个北约内部的一个共识，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可有可无的，达成这样一种可有可无的共识，是有助于弥合它的这种北约成员国现在内部的分裂的，或者说有助于掩盖它现在内部的这种不和和分裂的。目前还不清楚斯托尔滕贝格的提案是否能让泽连斯基和其他30个北约成员国满意。华盛顿邮报报道称，拜登暂时支持这一建议。观察指，这一提议似乎可以加快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时间进程，但目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又没有明确的肯定。这一做法既确保乌克兰对北约的支持，又避免了乌克兰的加入会加剧北约与俄罗斯的直接对峙。迄今已有20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乌克兰加入，但加入北约需要得到全部31个成员国的支持，这意味着仍有11个成员国没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现在乌克兰有2个硬伤，它是违背这个北约本身的宪章的，就是它第一呢，它是和邻国有这个领土争议的，它这一条它就没法加入北约。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它不能和这个其他国家处于一种这个武装冲突之中。这个就算冲突暂时告一段落了，俄乌之间呢也很难达成一个全面的这种涉及到领土主权地位的这么一个一揽子政治解决的方案。所以说呢，这个乌克兰从现在可预期的前景上来看，乌克兰它不具备这个加入北约的一个资格。相较于加入北约存在分歧，北约成员国逐步深化与乌关系、加强与乌合作这一问题却已经达成共识。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部长15号起在布鲁塞尔举行为期2天的会议，重点讨论援助乌克兰的事宜和储备武器弹药的共同努力。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乌克兰战争进展表明，需要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并继续提供支持。We meet as Ukraine is conducting a major counter-offensive. It is still early days, and we do not know if this will be a turning point of the war. But we see that the Ukrainians are making advances and liberating more land. 路透社报道称，北约正争分夺秒地制定一项长期援乌计划，该计划预计将在北约峰会上通过。正在讨论的选项包括继续向乌克兰供应先进武器、弹药和设备。还有一些人建议效仿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模式，即北约国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向乌克兰提供固定的双边军事援助。有北约官员就称，北约正在努力寻找一种机制，使乌克兰更接近北约，同时又不将其带入北约。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您认为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在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前被紧急提上议事日程呢？很显然，知识体大，这主要是因为在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这件事情上，北约盟友之间已经出现了严重且无法调和的矛盾。大家知道，由于历史恩怨与现实的威胁等等因素，以波兰为首的中东欧国家在对待俄乌战事的态度上已经变得越来越激进了。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援，而是准备直接军事介入了。为此，他们已经向北约提出了一道只能2选1的选择题，也就是要不火线批准乌克兰加入北约，要不中东欧国家就组建一个议院联盟，直接派兵入乌参战。我相信稍微了解情势的人都知道，对于这道选择题，无论北约做出什么样的回答，都将会被迫下场参战。假如乌克兰火线加入北约，那就意味着北约立即就要对乌克兰提供保护义务，直接帮助乌克兰击败俄军。同时，假如中东欧国家绕过北约，直接出兵乌克兰，跟俄罗斯打起来，一旦俄罗斯攻击了这些国家的本土，北约这个集体也将承担保护中东欧国家的义务。但是以美国、法国、德国为首的传统北约大国，由于害怕引发核战，只想继续军援乌克兰，以缓慢拖垮俄罗斯。于是双方在态度上的针锋相对，尤其是以波兰为首的中东欧国家采取的逼宫态度，就使得乌克兰能否加入北约成了一个必须紧急处理的问题。假如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不仅北约的声誉会破产，而且北约将面临着严重的分裂危机。那对于拜登总统支持北约秘书长提出的乌克兰无需完成北约成员国行动计划即可加入该联盟，您怎么看？我认为，无论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提出的乌克兰入约方案，既让乌克兰可以绕过入约前必须完成的成员国行动计划，以节省漫长的审议时间和程序就可以加入北约，还是拜登突然在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上转变态度，同意斯托尔滕贝格提出的方案，都是为了避免北约在峰会召开前后出现分裂，以及防止北约被中东欧国家绑上俄乌战车而采取的紧急应变措施。不过，我同时认为，斯托尔滕贝格与拜登的这个让步，只不过是对中东欧国家采取的一个安抚性动作，并不是真的要让乌克兰火线入约。因为即使乌克兰省略了入约前必须完成的成员国行动计划，成为了北约候选国，也不意味着乌克兰立即就可以成为北约正式成员国。根据相关规定，乌克兰还必须要得到31个成员国的一致支持，而目前至少还有11个成员国不同意乌克兰火线入约。到时至少跟俄罗斯关系不错的土耳其会坚决投票反对。这个也就意味着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仍然可以以技术性的理由阻止乌克兰火线入约。我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了防止中东欧国家反弹，指责北约是在玩假的，北约才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峰会上制定一个长期援助乌克兰的计划。这显然是要让中东欧国家放心，告诉他们，
我们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半途而废，一定会挺到乌克兰最终胜利为止。